最近是有点忙啊，有几天都没过来看我这批瓜了。今天跑过来看了一下，发现遍地的金黄啊，好多瓜都已经成熟了。等一下叫上丽丽，我们巡视一圈，把熟的都给它摘回去，看看前面这些。这每一颗上边结了真是不少的瓜呀，大大小小的，各种尺寸的都有。这一批种的是韩国的大金宝甜瓜，不管从产量还是质量上看，都是相当的不错啊。金黄的一片躺在菜地里边，看着特别的漂亮，特别诱人。看看这一个，前一阵子我们摘了几个尝过了，还是相当的甜的。这种硬皮的甜瓜是那种脆甜的口感，我还是挺喜欢的。我刚刚走过的这一片，粗略的估计了一下，得有好几十个，接近100个瓜了，产量真是大呀。看看这个根部有点裂纹了，从裂纹就能看出来，这甜度是相当的高的。上周的时候是下了2场的暴雨，所以这批瓜还是得及时的摘下来了，否则的话雨水太大了，慢慢的该不甜了。这种瓜呢，不管是甜瓜也好，西瓜也好，在果实膨大之后，水是越少越甜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要严格的给它控制浇水。当然，露天种植的，如果下雨的话，那就没有太多的办法了。不过我们倒是可以选择在种瓜的时候，选那些地势高、排水性好的土地进行种植。那种的话，水会少一些，瓜就会甜。当然，很多地方它有先天的优势，如果你那个地方降水量就是比较低，那些瓜长出来就会更甜一些。再回过头来看看这遍地的金黄，这大金宝的名字起得真是好啊，尤其是在阳光照耀之下，黄灿灿的。如果没有这些杂草和落叶挡着，真的是看起来像遍地的金元宝。这批甜瓜的管理工作可以算是相当的粗放了，当时也做过视频给大家介绍了，只是做了简单的主蔓打枝的工作。说白了就是掐了个尖儿，根据甜瓜的特性，让它的子蔓和孙蔓来结瓜。当然后边还做了一个工作，就是这批甜瓜在最枝繁叶茂的时候，它旁边的西瓜还有南瓜也是枝繁叶茂，它们的枝叶交织在一起，显得特别的混乱，也没有地方下脚了。那个时候我们是把甜瓜，当然还包括西瓜和南瓜的一些枝叶都给打了一下。比如就像这种甜瓜和南瓜交界的地方，左边的南瓜如果过界了，我就会把南瓜的尖打掉；如果是右边的甜瓜长过界了，那我也会把甜瓜的尖打掉。这样的话，中间还是能留出一点让我能走路的地方的。这批甜瓜我们还做了哪些工作呢？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在它的膨果期，果实开始发力膨大的时候，给它追施了344的有机复合肥，为它后来的生长膨大提供充足的肥力。关于病虫害控制呢，我们是喷了1次除虫菊酯加上苦楝油来防黄花虫还有臭虫，另外就是喷了1次有机的溶剂，用来防真菌，控制真菌感染。我们今年是种了2种甜瓜的，除了大金宝之外，另外一种是这种绿宝石甜瓜。这绿宝石甜瓜啊，它目前这些叶子长得还是比较旺盛的，而且甜瓜本身也是浅绿色的，所以远远望去看得不是特别清楚，都被一片片绿色的叶子给挡住了。其实里边还是挺多的。你看大金宝甜瓜和绿宝石甜瓜交界处，其实是可以看到2种瓜都在这儿的。不过大金宝因为是又大又黄，所以看得特别清楚，绿宝石就要仔细辨别才能辨别出来。看这个绿宝石甜瓜，稍微的有一点点裂纹，不过个头是相当大，已经有点发白了。这肯定是已经很熟了。今年这批绿宝石呢，就是很多个头都是特别大。你像去年我们很多都是这样个头大小的，其实这种大小就算是可以了。你看今年的这个个头相当的大，然后再看旁边刚才看的这就要更大一些了，大了一圈。再往前看，除了这种正常大小的绿宝石甜瓜之外，看看这一些也还能发现个头特别巨大的，像这种也是个头相当不错的。这个下边稍微有一点点裂口了，得摘下来了，这已经是很熟了。再看看这些，看扒开这些叶子，这些地方到处都是，这又是一个个头特别大的，那边还有好多，这又是有一堆的甜瓜。看看这个，哦，这2个长得漂亮啊，看看长得真是相当的圆润光亮啊。现在也还是能看到一些黄瓜虫的，看看这一只，这种虫子对南瓜呀、黄瓜呀还有甜瓜其实危害都是挺大的。
这还有一些轻微的真菌感染，不过到这个时候了，已经无所谓了，大批的甜瓜都已经成熟了。看看这个瓜已经发白了，刚才也能看到一些南瓜虫，不过现在找不到了。看看这个瓜长得非常好，但是已经被虫子给咬坏了。这个就是熟过了，没及时摘，已经有点裂口了，然后被虫子咬了，这是有点可惜了。刚才一直是忘了说了，这种绿宝石甜瓜它是属于那种薄皮的甜瓜，皮儿是特别的薄，然后里边的肉呢是那种酥脆香甜的感觉。如果它成熟了呢，你在阳光下就能看到它有点发白或者是发黄，酥软香甜呀，跟脆甜多汁的口感差异还是挺大的。不过我是觉得都挺好吃的。这绿宝石中间啊，当时种的时候还混了一些大金宝，看看这儿还有一颗，前边那儿还有一颗，看看这两个大金宝个头相当不错。这切开之后就是脆甜多汁啊。旁边把叶子拿开，这儿就有一个绿宝石，看看已经有点发白了，成熟之后切开，那就是酥软香甜的口感了。刚刚看到这片叶子上还是有些虫卵的，把叶子摘下来。这虫卵啊，一会儿在石头上给它磨碎消灭掉。刚才那片大金宝的瓜地，我很难看出来一颗瓜上到底结了多少。不过这一片混在绿宝石里的，看起来就清楚多了。这里有2个大个，这还有一个大个，3个，那个也挺大的，4个，还有一个稍微小点的，5个。然后这儿西瓜的旁边还有一个更小的，6个，基本上是结了6个瓜。前面这一颗我们远远的看过去，1、2、3、4、5，有5个瓜。这5个瓜旁边的这一颗呢，我们看看，2、4、6是有6个瓜的，其中5个个头还可以，有1个是比较小的。再往前好像还有大金宝，不知道当初为什么混在绿宝石里这么多颗大金宝甜瓜，这就看不出来到底是1颗上的还是2颗上的。不过总体来看，每颗基本上都是能长5、6个不错的瓜的。你看这儿还能看到西瓜、绿宝石甜瓜、大金宝交织在一起的情况。看看远处的西瓜，那边还有绿色的绿宝石甜瓜，还有绿色的大金宝，接着就是这一片黄色的大金宝，然后旁边这儿还有绿宝石甜瓜。这绿宝石甜瓜呀，是不太数得清楚每颗到底多少了，不过放眼望去，每颗上边感觉都有10来个的。总体来说呢，今年的瓜粗放管理，收获情况还是相当的不错的。哎呀，不知不觉说了这么多，我赶紧叫上丽丽，把熟了的瓜都给它摘回去。这个有裂纹了，我觉得是可以了。你看，瓜蒂感觉都要干了。这个在家再放2天，这个更好吃。对。看看有没有伤，我觉得可以再等等，它很完整。咱们摘瓜摘的有点晚了，虽然是想让它长得更甜更熟一些，但是摘晚的话有时候就浪费了。这个就差不多，这个应该很甜，因为摘这个地的时候，轻轻一碰它就掉了。不就是瓜熟蒂落吗？对，这个就不行，这个使劲拽掉。不过这些瓜在家里边放上2、3天，应该就是甜度又上一个档次。你可以再看看像这种怎么样，它要是完好无损的，那就先再长2天。然后是绿宝石甜瓜这种裂纹的肯定都要摘了。我觉得这种应该是比较甜的，凹进去的。这个完全熟了，这肯定特别甜。就像这种有这种网纹的，是特别特别甜的。这种拿回去到家马上就可以吃。那个不熟，你拍拍旁边的那个西瓜，如果熟了也可以摘回去。好像不太熟。这个不行，这个要摘回去。这还是因为它挨着土壤，有点潮湿，就有虫子咬。下边要垫上点东西就好了。明年就别种这么密了，这南瓜、甜瓜还有西瓜都挨在一起了。这个你看，它已经熟了，自己落了。这个看那个蒂了吗？这个真的是瓜熟蒂落，自己就落了。哇，这熟透了。哇，这个也是瓜熟蒂落了，你再碰一下看看。哎，掉了。看这伤口，它已经发干了。这种完全成熟熟透了，就是瓜熟蒂落。哎呦，拿不了了。
那个不行。这只有在家自己种才能吃到这种从地上直接掉落下来的甜的瓜。这应该也是，看啊，掉了。这种都是特别甜，肯定。对，这个好，这个一点都没有那个被虫子吃，它有裂纹，但是没被虫子吃。这个可以了。哎呀，又是完全成熟了。这也不错，还好没被虫子咬呢。这个个可真大呀！看看，又是上面有网纹。哎呀，一扒它就掉了。哎，这个完美。这个长得不错。对。哦，这儿有一颗长得不错的蜜本南瓜。啊，这个好。哦，那有一个小的，那小的肯定熟了，都是那种金黄色。这个很好。还好。不用关了，妈妈过来了。还搬得动吗？太重了吧？挺重的。嗯。这还是可以搬得动的。啊，哇，这么多！你再过2天过来，又摘这么一筐熟透的。这个烂掉的甜瓜扔给鸡鸭吃吧。哎呦，那只鸡一下就看到了。还有一个，哎呀，那个是熟了吗？我感觉可以了。这看纹理应该是熟了。熟了，哦，又是一个特别熟的甜瓜。豆豆拿这个，大金宝吧，看了吗？看了好多好多熟了的大金宝，我们都摘了。对，那就是很大的大金宝。那好多藏在草丛里的，可能看不见。那可以把西瓜放进去吗？可以了。我觉得行。那可以把西瓜放进去吗？哎，可以把西瓜放进去吗？那个你先不放呢啊。妈，有朋友问说怎么看西瓜是不是熟了？我们其实主要还是靠拍，就是拍起来有砰砰砰的那种声音，而且有一种震颤的那种感觉，一般就是熟了。还有人说是看它的纹理，是不是纹理已经变得很粗了，但是这个一般好多时候不太准。再有就是瓜蒂的部分，瓜蒂一般变得比较弯曲了，或者是有点发干了，那肯定就是熟了。当然，可能还有人会看它前面这个部分，但是我们觉得这种可能是看起来不太准，最主要的还是靠声音辨别比较靠谱。这个肯定熟了，这个差点，但是我觉得也熟了，我的感觉。它已经是9成10成熟，这个可能是7成熟、8成熟。给大家找一个不熟的瓜拍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听出声音，比较清脆，梆梆梆的声音，砰砰砰，这样拍，这样，对，这就是砰砰砰，是不是？对。再拍拍这种9成熟的，很低沉那种砰砰砰的声音。当然，如果是熟过了那种瓜，声音就会变得非常的沉闷了。有些你拍起来可能一点回声都没有了。来，过来，妈妈要给你切西瓜了。我觉得这是非常熟了。 9成熟了应该。嗯。小的，挺干净的。好。哎，为什么是倒着的呢？我还是倒着。哇。我还是倒着呢。还是倒着的。哇，不错。来，来拿着吃吧。我很紧张，我还是洗着呢。那我还是洗着，还是豆豆拿上你的，抱着吃吧。哦，你看哥哥直接就抱着吃了。妹妹，你可以给爸爸尝一口吗？先，我看看甜不甜呀。哎，还没有接住。你直接铲，对。哎，好。哇，相当甜了。你要不给妈妈尝一口呢？很甜，很甜。来一大口。嗯哼，很甜。特别甜了，是不是？吃去吧。小心别摔了啊！抱到红桌子那儿去吃。豆豆人家已经走了吧？其实西瓜摘回去，你放几天也会变得更熟、更好吃的。然后放到冰箱里边，甜度又会上一个等级。
你这样小心啊，它那地可能会断下来。今年的这第一批西瓜呢，都是早春红育，就算是完全的放养的，没有给它进行整治整斑的工作，就是任其自然的生长。大家其实可以看到，也是有非常不错的收获的。所以说，大家在种西瓜的时候呢，如果没有把握，不是特别有经验，就少一些干预。你不干预它，它反而会给你更好的回报。如果你要是经验不足，给它错误的干预了，那可能收成就不行了。当然，充足的底肥和膨果期的追肥是必不可少的，这是不能忽略的。种西瓜的时候，如果想主动的干预一下，进行稍微精细一点的管理，那就参考我们以前做的西瓜的3慢整治视频就可以了。你要说种西瓜，我觉得最需要留意的那就是防草了。看看我早期的这些西瓜，麦秆铺的少的地方，全是杂草啊，这个到后期根本就没法处理的。防草呢，就是趁瓜蔓比较小的时候铺防草布啊，铺地膜啊，或者是铺厚厚的麦秆啊，这都是非常有效的。看着今年第2批的瓜整过枝之后，也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哇，这么一大车的瓜呀！哦，看你们俩吃到什么程度了？豆豆吃的不是很多呢，麦麦掏了一个大个洞。好吃吗？豆豆甜不甜呀？甜。你们吃的桌子上都是，会招好多蚂蚁的哟。现在真是到了收瓜的季节了，每隔3、4天就能摘这么一车的瓜。我这是好多瓜。